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看到朋友给我留言了哈，说很久没有分享胸包了。那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新款哈，这个胸包啊，挺实用的哈。前边有这样的一个夹层，夹层里边还有一个小夹层，放手机呢，拿取起来很方便。这儿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哈，它们呢是放水杯啊，放雨伞的。整个包做好以后呢，它的高度哈是26厘米，那宽度呢18厘米，这个厚度哈是7厘米。我觉得这个7厘米的厚度呢，适合很多水杯啊、雨伞，它那直径呢应该是7厘米也差不多哈。现在呢就把它的制作方法分享给您。咱们呢先来做背带，织带的宽度呢3.8厘米，整个织带长度呢1米哈。这儿穿了一个日字扣，一个口字扣，这样咱们的背带呢就能调节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准备几份材料，都是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面子上呢烫了180克铺棉，它是一个梯形哈，这条边呢4厘米，这条边7厘米，高度呢4厘米，咱们放1厘米的缝缝。我们把里子面子夹着织带的两端，正面相对呢车上这3条边。车好以后呢，翻到正面，我们还需要车上窄边。接下来和大家介绍这2份材料哈，面子上呢烫了180克的铺棉，这条边7厘米，这条边呢12厘米，高度呢15厘米。我们这儿打圆弧，放1厘米的缝缝哈。我们把刚才做好的包带一端搁在这条边上，中心点对齐，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插扣哈，这个插扣的织带宽度呢是2.5厘米，插扣也是2.5厘米。我们把插扣的一端呢搁在这儿哈，中心点对齐，然后盖上咱们这个材料，我们车上这3条边，然后呢我们再准备一份材料，也是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反面呢我是烫了60克的无纺衬。是个梯形哈，这条边4.5厘米，这条边呢11厘米，高度8厘米。我们把插扣的另外一半夹在这2份材料的中间，车上这3条边。包带车好后翻到正面呢，咱们都是需要车上窄边的哈。这个插扣呢，咱们翻下来，然后在这儿呢固定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这份材料，它也是一个梯形哈，下边这条边是20厘米，上面这条边是24厘米，高度28厘米。我们在底的两边呢，用10厘米的圆哈画2段圆弧，把它给剪掉。这个材料呢，需要面子1份，里子1份，反面呢都是烫60克的无纺衬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插扣的这半个哈拆下来，完了以后搁在中心点上，然后盖上咱们的面子，然后车2条弧线哈，这儿的距离是8厘米，这儿也是8厘米。那我们用一个16厘米的圆画上这个弧线，那这儿车上，然后这儿呢也车上。我把多余的面料呢用花边剪刀修剪一下哈，留5毫米的缝缝。翻到正面以后呢，咱们也是要车上窄边的哈，我们把这个窄边和上边的这部分呢给连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介绍主体材料的铺棉，这个高度26厘米，宽度呢18厘米，那4个角呢，我是用10厘米的圆哈打圆的。咱们的面子呢是需要2份，这个是后片，这个是前片，前片呢是分开的哈。小份的呢，这个尺寸是8厘米，我们呢都是放1厘米的缝缝，咱们还需要里子2份。这个呢是前片上面内口袋的材料，它的长度呢32厘米，高度15厘米。我们把前片的面子正面和它的正面相对哈，然后中心点对齐，搁在材料的两端，我们车上这2条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样子折叠哈，我们这儿呢是要叠齐的哈。我们车上这2段线，然后2个侧边呢把它给车上。口袋做好以后呢，我在中间又钉了一颗摁扣。现在呢，我们拿出之前做好的这份材料，我们把它底部对齐哈，搁好车上这部分。这个口袋呢会有一个隆起的效果。这是咱们包拉链和拉链边条哈，拉链的长度呢是36厘米，咱们边条的铺棉长度呢34厘米，宽度3厘米，我放了1厘米的缝缝。面子呢是2份，里子也是2份。咱们把边条夹在拉链，车在拉链的两边。翻到正面以后呢，我在拉链的两侧还车了窄边。这个呢是咱们侧边底部的材料，铺棉长度呢46厘米，宽度7厘米，也是放1厘米的缝缝。咱们是面子1片，里子1片。咱们把这个材料呢夹着刚才我们做好的这个拉链哈边条，然后两端呢给车上。现在呢，我们拿出这个前片哈，把这个侧边材料搁上去，4个中心点呢，我们把对齐，然后整个车一圈。一圈车好后呢，我们把侧边这样子折叠一下哈，把它放平。
然后盖上一片里子，整个车一圈，在底部呢留一个反口。车好以后呢，我把它翻到正面了哈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这个反口用长针法呢把它给封上。现在呢，我们拿出后片的里子和面子，我已经把它们固定在一起了哈。拿出之前做好的包带，我们把它搁在上边的中心点和中心点呢对齐，这个插扣是向上的哈。底部的这个呢，我们把它固定在离底边5厘米的地方。那车的时候呢，咱们有一个斜度，这个多余的呢就把它剪掉。最后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份材料啊翻到反面，盖上我们之前做好的后片材料哈。整个车一圈，包上包边。现在包呢就做好了哈，我特别喜欢中间的这个夹层，它非常的大哈。你看我这个水杯是1斤的，搁进去还是挺富裕的哈，拿取起来很方便。那这个包呢，可以前面背，也可以向后边背。骑自行车背在后边确实方便很多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啊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呢要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